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问路真实对话。小美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什么样的经历啊？听起来很有趣。就是问路时，对方说那个老地方。老地方是什么意思呢？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老地方在哪儿。哈哈，我懂你，这真的让人困惑。对啊，他们觉得所有人都知道。是的，当地人有自己的秘密地图。没错，对我来说完全是新的。想象一下，你第一次来这个城市，我就像个没头苍蝇，到处乱转。是不是感觉有点手足无措？完全是，有时候真想放弃了。但问路是了解地方的好方法呢。但用词真的很有讲究。是的，本地人习惯用很短的话，比如往前走就到了。然后走了很远，还没到。哈哈。对，或者就在那个路口右转。可是路口很多，哪个才是呢？还有看到那个大树了吗？哪棵树？这里有好多大树啊。哈哈，这就是文化差异的体现。他们以为我们都住在附近呢。他们真的想帮我，我很感谢。这份心意很重要，很温暖。但有时候需要更多具体信息。比如在肯德基旁边，第二个红绿灯。这样就清晰很多，容易理解。是的，或者用商店名字来指路。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方法。而且，问路态度也很重要呢。当然，要礼貌地说不好意思。请问，我可以问一下路吗？这样大家都会乐意帮助你的。不过，如果听不懂怎么办呢？那就只能再问一遍，或者换个问法。比如，麻烦您再说一遍好吗？或者请问离这里远不远？慢慢的就能理解当地人的表达。这也是一种很有趣的经历吧？对啊，能学到很多生活常识。没错，还能遇到不同的人。每次问路都是一次小的探险。话说回来，你觉得？我觉得最难的是遇到模糊的回答。比如就在前面这种吗？对啊，前面到底有多钱呢？哈哈，我也有过这种困惑。我记得有次找车站，人家说不远。然后走了很久才到，是吗？没错，走了10几分钟才看见。哎呀，这真的挺让人头疼的。所以我会再问大概几分钟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追问技巧。或者说走路能到吗？远不远？这样能更具体的判断。有时还会遇到指错路的情况。真的吗？那怎么办啊？我就只能相信大多数人的说法。看来多问几个人很有必要。没错，特别是方向感不好的时候。哈哈，你说到我心坎里了。中国人很乐意帮助问路的人。是啊，有时还会直接带你过去。这让我觉得特别温暖和感动。确实，这份热情很难得。有些地方的人指路会用方言。哦，
那真的很难听懂了。对，只能靠肢体语言和猜测。我就遇过一次，完全蒙圈了。哈哈，这也是一种考验吧？但能感受到他们的善意。话说，你觉得差不多是多远？我觉得大概5到10分钟。对我来说，可能要走15分钟。哈哈哈，看来每个人理解不同。你遇到过有人直接带你走吗？有一次，我找一个小饭馆，然后呢？有人帮你带路了？对，一个阿姨把我领到门口。哇塞，真的太好了吧！她还叮嘱我小心过马路。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热情。是的，问路时常有惊喜。而且，他们一般不会收钱。绝不会，这是一种助人为乐。这跟很多地方都不一样呢。这种文化真的值得称赞。对了，你有没有在农村问过路？没有，那里会更不一样吗？乡下人会更详细，也更淳朴。听起来很有趣，下次想试试。不过，如果要去很偏远的地方，那可能就更需要多问几遍了。对，因为指路方式会不同。怎么个不同法呢？他们可能用当地特有地标。哦，那地图上就没有了。对，得靠口头描述记忆。这对外国人来说是挑战。是啊，听不懂就尴尬了。我有一次就听错了方向。真的吗？后来怎么解决？我到了一个完全陌生村子。问路时，对方指了条小径。我以为是捷径，结果迷路。哈哈，这很像我的经历。可能是他用了方言词语。没错，他说的坡我没懂。坡北方指小山坡。我以为是坡儿，坏的路。哈哈，这误会可真大。所以要学好方言也重要。但也有人会直接带你去。哇，那更像私人导游了。这种热情让你很感动。确实，中国人很乐于助人。你有没有遇到过对方指路特别快？有，语速快到我跟不上。这时该怎么应对呢？我会先说请您慢一点，然后请他重复一遍。这个方法很实用。中国人很注重面子，会给你解释清楚。是的，他们怕你听不懂。甚至会画个简易地图。天啊，真的太贴心了。这种真诚很难得。还有，他们经常用方位词，比如东南西北或左拐右拐。我有个朋友总是分不清左右。哈哈哈，那可真是个难题。他每次都得在手里比划。哎呀，这是个习惯问题。没错，需要多练习方位感。如果遇到口音很重的呢？那简直是听力大考验了。哈哈，就像我上次去东北。哦，东北话很有特色吧？我问路，对方说了句啥玩意儿？哈哈哈，你听懂了吗？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是问我什么事。
对，方言会是更大挑战。对，方言会是更大挑战。是啊，我去广东也猛了。广东话和普通话差很多。当地人语速也很快啊。几乎听不懂他们在说啥。还有人指路特别含糊。比如前面再走一点点。一点点到底是多远？或者说就在那儿了。哈哈，这简直是谜语。我有次被指到一条死路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他指的左边是建筑左边。而你理解的是路口左转。没错，这细节很重要啊。对，视角不同就理解错。建筑物有它自己的方向。还有人会用朝里走。朝里走，通常指往深处。像商场里面或巷子深处。那如果对方不知道路呢？有些人不会直接说不知。他们可能随便指一个方向。怕让你觉得他们没帮到忙。这是一种好意吧。所以最好多问几个人。比较一下不同的说法。这样能提高问路成功率。遇到不确定就多确认。没错，特别是陌生地方。小美，你觉得大概在附近？这种说法具体是什么意思？是啊，这可真是个考验。你觉得它可能指多远呢？它可能只步行5分钟。其实中国人很热情好客。是的，乐于助人是传统。即使不顺路也会指清楚。有时甚至会带你过去。哇塞，真的遇过这种情况。我上次在老街问路呢。怎么样？被带过去了吗？有位阿姨直接带我走了。天啊，太暖心了吧！她说顺便买菜不远。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帮助。是啊，问路也是学文化。看来还有很多情况没聊。比如问路遇到语言不通。那可就是更深的挑战了。对呀，手舞足蹈也难说清。我上次就遇到一个老外。他只会说一些英文单词。哦，你当时听懂他说什么了吗？我大概猜到他想去哪。怎么猜的？他比划了吗？他指着手机里的图片。我也用手势加上简单中文。哇，这真是国际通用语。肢体语言这是真管用。中国人对老外很友善。尤其问路，他们会很耐心。不会因为听不懂就走开。反而会想办法帮你理解。我觉得这种热情很温暖。是啊，有时还会画个图。真的吗？你遇见过吗？有个大叔在纸上画路线，把附近地标都标清楚了。哇，这也太贴心了吧！不过也有乌龙事件发生。比如指错路了，那太搞笑了。我有次指反了方向呢，后来才发现超尴尬的。哈哈，他是不是走了很远？估计是，希望他没生气。
哎，说到方向，你有没有觉得，中国人说左右比东南西北多？你这个观察确实很准。日常口语确实用左右多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方向更精确。可能是因为地标更直观吧。比如看到银行右转更明确，而不是往东走300米。哦，这个解释很有道理。尤其在老城区，路很复杂，地标指示比方位有用。怪不得我总是听人说过桥，或者沿着那条街走到底。对，都是具体参照物。那如果遇到听不懂方言呢？哇，那可是另一个难题。尤其是在一些小城市。我朋友去四川就遇到了，他完全听不懂当地话。四川方言确实挺特别的，有时即使是普通话语速快，也会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。没错，还有那些缩略语。下次我们聊聊方言和速度吧。是啊，下次可以好好聊聊。今天的问路话题也很实用。确实，语速快时更难懂。比如他们会说在路口，路口是哪里？有时不明确。对，需要问清楚具体哪个。或者他们会说往前走。往前走是多远呢？走几步还是走几站路？问路时细节真的太重要，不然很容易迷失方向的。我通常会重复确认一遍。这是个好方法，确认理解。或者我直接指着地图问，这样更直观，减少误会。尤其是遇到出租车司机，他们语速更快，有时心急。感觉像听力考试一样难。哈哈，这个比喻真是太形象了。但他们大多都很热情帮忙。是的，这一点我很认同。即使语言不通，也会比划。肢体语言有时更管用呢。我也学会了一些常用手势。问路真是个文化体验过程。不仅仅是学习语言本身，更是了解当地生活方式，体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。每次成功问路都很有成就感。对，感觉自己融入进去了。从一开始的忐忑不安，到后来可以游刃有余。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！尤其在陌生城市问路时，真的能提升自己的自信心。所以别害怕开口问路，这是练习口语的好机会，也是认识新朋友的开始。小美说的真是太好了。谢谢大明哥的补充哦。今天的问路话题真是受益匪浅。对啊，我学到了很多实用技巧。问路不只是方向，更是文化交流。这次聊得很开心，希望大家也是。那么，大家在问路时有没有趣事？或者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给我们。我们下次将深入探讨方言的奥秘，还会聊聊语速对听力的影响哦。感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们下周再见。